G20可以说是这次航展上最秀的仔了，不是把天都给捅穿了吗？我们通常呢将它跟美国的 F-22、F-35和俄罗斯的苏57一起叫做第5代战机，或者也可以更为通俗的叫它们隐形战机。但你知道吗 ？G20其实一点都不隐形啊！千万别误会啊！不光 G20不隐形，其他那几架隐形战斗机当然也不隐形了。他们不隐形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可以在已经服役了数十年的早期预警系统上轻松的被发现。他们甚至连民用机场的交通管制雷达都躲不掉啊！只要进入了人家的探测范围，就很难不在人家的屏幕上跳动。关键是我说的这些情况呢，都是这些5台机在完全开启了隐身模式的情况下发生的，跟有没有打开弹舱，跟有没有外挂油箱毫无关系啊！这就奇怪了，他们不是隐形战机吗？他们不应该对雷达而言是隐形的吗？这是个好问题啊！那么答案就是：第一，隐形战机呢，只是极大的减小了自己暴露在雷达面前的界面而已，比如从一堵墙缩小到了一块砖，但砖它小归小，还是在那儿的嘛。第二，即使是缩小术这样的把戏呢，也不是对什么雷达都灵的。比方说，对这样的米波雷达，或者是对空管的 L 波段和 S 波段这类波长较长、频率较低的雷达，那就都不怎么灵了。为什么呢？因为隐形飞机除了靠造型散射雷达波，另外一个重要的手段呢，就是靠涂层来吸收雷达波了。但是其吸波能力是建立在涂层厚度与雷达波波长的对应关系上面的，它只能吸波长比它的厚度要窄的波。这就很好理解了啊！你说你雷达要是发射个波长1厘米以内的超高频波，我还能涂上1厘米厚的涂层给你吸收掉。那你要说来个米波，飞机上能涂1米厚的涂层吗？所以肯定就吸不掉，那肯定就能反射一点回来，让我把你看得到嘛。其实呢，这也就是现在世界上那些著名的反隐身雷达的工作原理了。比方说俄罗斯的 Label M 雷达系统和我在珠海航展上拍到的咱们的这个大家伙，他们都是利用波长在1米左右的 VHF 和 UHF 波段来实现对隐形战机的有效捕捉的。咱们的参数没有啊，但据说俄罗斯的 Label M 呢，可以在350公里的距离下探测到 F117。好，那么隐形飞机还隐个啥呢？都被人看到了，不就是个皇帝的新衣了吗？还真不是的啊！这里又藏了一个误区。现代隐形战机的真正目的其实是延迟或阻止对方能够提供武器级锁定的雷达探测。换句话说就是可以将导弹准确的导向目标的那种雷达探测了。因为能够发现隐形战机的低频雷达是无法提供这种精度来引导武器的。所以结果就是大多数国家都有能够识别其领空内隐形战机的预警雷达系统，但他们只是缺乏有效瞄准这些战机的手段。只有将这些雷达与其他更精确，但是也看得更近的系统结合起来使用，隐形战机的威胁呢，才能够真正得到破解嘛。而且是有限的破解啊！刚才我们说的，在350公里外就能看到 F117的 Label M， 据估计要来的是一架 F35， 它就得要等到人家飞到32公里的范围内，才能够启动武器级的瞄准了。在珠海航展上呢，有这么一个长脖子，它全部伸出来的时候呢，有18米高，可以站上6到7层楼了。正好我的工作室呢就在7楼来实际感受一下。视野真的是很好啊，而这个东西呢，要的就是视野啦，因为它是一台低空补盲雷达。说白了就是能够补充普通地面雷达不能往下看的视野盲区了，从而探测到从低空突防的各类目标。不管是固定翼还是直升机，不管是无人机还是巡航弹，甚至连来袭的炮弹也无所遁形啊！这就很好用啦，因为我们知道贴地飞行就是传统的跟雷达躲猫猫的最好用的手法嘛。如果这招也不好使了，那岂不对敌人来说就太难了吗？而且你看它脖子还可以收回来的，降低高度之后呢，能够方便的移动，可以随时重新部署，灵活性也有了。不错不错嘛。单向透明，咱就能拿捏的恰到好处了。你再跟我玩低空突防，我来举一个例子大概就会像是站在讲台上面的老师看下面的学生偷偷摸摸的做小动作一样。你以为你隐藏的很好，但是在老师面前其实那都是透明的。我要不要点你一下，那就全看我的心情了。好，说到这儿其实我没有过瘾，相信你也没有过瘾的因为为什么贴地飞行可以骗过雷达呢？
而架高的脖子只是因为视野好就能够通吃全场了吗？咱们就来继续的详细聊一聊啊。首先，贴地飞行主要能够从以下4个方面躲过或者骗过雷达。第一个呢，就是基于雷达本身的特性缺陷了，它只能走直线嘛。其实咱们可以把雷达想象成一只手电筒，在黑暗的夜里面呢，只有当物体被手电筒的光线扫过，然后将光反射回我们的眼睛里面，我们才能够看得到这个物体吗？雷达不同的呢，就是它发射的电磁波是在不可见光的波段而已了。但它们都是沿着直线传播的啊。虽然现在雷达已经强大到能够探测数百甚至上千公里以外的目标，但是你首先得要保证这束雷达波是能够沿着直线照到这个目标上才行的。好，缺点就这么来了啊！地球可是个球啊，所以地面是有曲率的。架在地面的雷达，哪怕是平视着往前看，也只能看到地平线以内的范围嘛，你是看不到下面的。于是，地面雷达的实际探测范围呢，就主要跟2个因素有关了。一个呢是自身架设的高度，另外一个是目标的飞行高度了。假设雷达自身架在离地面5米的高度，而飞机则飞行在离地30米的低空，它就只剩下31公里的探测范围了。如果现在飞机提升高度来到10000米的高空，同样的雷达在442公里以外就能够发现它了，探测范围提高了14倍。可见低空突防突的是什么？首先突的就是你雷达的物理盲区了。那这个时候敌人不会傻到抬升自己的高度好让我看到，但是我却可以主动抬高我的高度嘛，将地平线往下降一些，是不是就能够探测到范围更远一些的目标了呢？好，咱们接着说低空躲雷达的第2项为什么了，它就是地形啊，因为大地并不平坦嘛，不管是山谷还是山丘，不管是树木还是建筑物，都能够从物理上阻挡雷达波的传播啦。所以理论上，我只要飞得比他们都要低，是不是也能让对方的雷达看不到呢？还真是的啊！实际上，俄乌战场上双方都使用了这样的战术，于是把雷达的脖子拉长，拉得这么长，让它越过高墙，当然也就能够看到背后的东西了嘛。好，到第3样了，是什么呢？是低空的复杂大气环境和地面的复杂反射对雷达造成的严重杂波干扰了。大气中的任何东西，不论是雨、烟尘、云、鸟，甚至水蒸气，都可以弯曲散射和吸收雷达发出来的电磁波嘛。它既可以进一步的降低雷达的探测范围，也会在雷达屏幕上以噪音的方式呈现出来，干扰实际的探测目标。而且这样的干扰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越变越大，直到完全就消失在杂波之间了。另一方面呢，飞得低还有地面建筑、树木、公路等等由地面反射带来的杂波影响，它同样会将再次飞行的目标掩盖其中，难以发现。你也许会说咱现在不是有预警机了吗？我们可以从高空往下看吗？这不就大大扩展了可视范围，任你再贴近地面都会落在我雷达波的视野当中吗？是，话虽这么说，但预警机多贵啊！运行贵，造价贵，所以使用上自然就有了限制嘛，很难像这个家伙一样用起来比较放得开哦。另外呢，处理杂波其实也是有一套传统的有效套路的，那就是多普勒雷达。因为我们要看的是移动的目标嘛，所以多普勒效应呢就能够将移动与静止的物体分离开来，让雷达捕捉到真正的目标。OK， 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低空突防就真的是没有办法了吗？当然不是啊，新的战法呢就应运而生啦。你看这些画面他们可以飞行在高速公路上嘛，他们可以贴着高速行驶的汽车一起飞嘛，这样雷达你还认得出谁是谁吗？难了啊！所以呢，我就不光要能够看到你，还要能够以高精度来看到你，才能够做出正确的判断嘛。最后，低空飞行还能带来一个针对雷达的优势，叫做多近干扰。因为飞得低了，既贴近地面也贴近树冠，就会让从飞机表面反射的雷达波在回到雷达之前呢，有可能多次的在地面或者其他什么物体的表面反弹。这样的话，在雷达看来，我的确是能够看到目标了，但是看到的却是几个目标，而只有其中的一个才是真的，其余的呢都是鬼影。要怎么判断呢？这也是一个麻烦事儿啊。于是低空突防的成功率呢就再次提高了。雷达想要干掉这个估计得要靠算法了。而据说咱们现在的雷达算法是很厉害的哦。好了，这就是今天的内容啊。航展上面看飞机、看坦克、看枪械呢是普遍的热门啊，而雷达这里却冷冷清清，我有点气不过啊，所以咱就多介绍介绍呗。
下一期我们来讲讲这个家伙，他也很厉害啊，所以要记得关注我哦。温压弹、白磷弹都是能够制造极度恐怖的流氓炸弹啊，被所有人都唾弃啊。但是要跟今天咱们讲的这个炸弹比起来呢，他们倒也没那么流氓了，因为今天的主角是脏弹，肮脏的炸弹。听起来好像没那么猛嘛，不过就是散布一些秽物好让人嫌弃嘛。超帅了啊！它显然没这么简单，它其实呢是一种放射性散布装置，通常是将铀与常规炸药结合起来，在爆炸之后形成大面积的放射性污染，来达到杀伤目的的，妥妥的就是强化版的毒气弹啊！那核脏弹是怎么来的？又跟核弹本身有什么本质性的区别呢？咱们下面就简单了解一下。首先呢，是1941年，物理学家阿瑟·霍利·康普顿领导的美国国家科学院委员会提出来的第一个建议了。散布放射性物质也是可以作为武器的嘛？于是随后呢，在1949至1952年期间，美国军方就测试了用于散布放射性坦的炸药。到了1987年伊拉克测试了装满放射性物质的炸弹，但产生的辐射量很少，所以并没有获得满意的结果了。讲到这儿我突然想到，美国在1999年轰炸蓝联盟的时候呢，大规模的使用了贫铀弹，导致当地民众的癌症发病率上升。这贫铀弹也具有放射性嘛？那它算不算也是某种形式的脏弹了呢？好，这大概呢就是脏弹的发展背景了。说完它，咱们再来谈谈脏弹与核弹的具体区别了。虽然它们里面都有核原料，但其实脏弹与大家平时印象当中的核武器呢并不相似啊。核弹爆炸时所产生的威力要比脏弹爆炸时强大数百万倍，并且核弹的辐射云可能会蔓延到数十到数百平方公里的范围。而反观脏弹它的辐射影响范围就小得多了，可能只会分布在距离爆炸地的几个街区而已。其实脏弹的破坏力主要取决于两大因素：内在和外在。内在指的是炸弹本身的因素了例如填充的放射性物质的剂量，或者是其辐射的强度，以及使用的常规炸药的类型等等。外在呢，则它的威力也可能会因为天气条件而受到影响了。特别是在爆炸时的风速和风向，包括该地区的温度、湿度等等，都会影响到空气中放射性物质的浓度。当然，随着大气的扩散，其自身的浓度呢也会降低，所以辐射损害也就随之而降低了。并且大多数脏弹释放的辐射呢，其实并不足以导致死亡或者严重的疾病。它更重要的作用呢，是对人的心理造成的影响是一种旨在制造恐怖的玩意儿，所以才说它很耍流氓嘛。当然，脏弹耍流氓还在于它会把一大波东西都拖下水脏弹爆炸之后呢，会严重污染整片区域，因此需要进行非常彻底的消毒，甚至包括砍伐该地区的树木、疏浚土壤，将所有被辐射污染的东西都通通埋进垃圾填埋场里面，等等等等。可见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也是相当巨大的。这个武器名字很猛叫做死亡之轮，但实际上呢，可能就是用来搞气氛的还是起到了一定的惊吓效果你看把人家狗狗吓的。1943年，盟军已经在为登陆欧洲大陆做准备了，但是挡在面前的可是希特勒精心布置的大西洋防线怎么才能撕开到缺口，源源不断的将坦克从海上放到陆地上呢？英国有个聪明的中尉他计算了一下，大概需要用1吨的炸药放在防御工事的面前爆炸，才能够完成这一壮举。可谁会去，又怎么去呢？大兵的命也是命嘛，舍不得那就重新发明一次车轮呗。于是这个大开脑洞之物便秘密的诞生了。英国人计划将1吨重的炸药装在一个大圆筒里面，然后以圆筒为轴心，在它的两边呢分别焊上一个直径3米、宽约30厘米的大轮子，接着在轮子的一圈朝着一个方向密集的装上火箭筒。这样一来，只要点燃火箭，轮子就能够在反重力的推动下呢滚动起来了。咱就可以直接从船上远远的将它释放，让它自己一路滚到德国人的工事面前，炸开一道口子嘛，完全就避免了自己的人员伤亡。岂不美哉想的实在是太美了。实际上在所有的实验当中呢，这个轮子从来就没有按照计划滚动过。只要中间稍微有哪个火箭闹情绪本来就不稳定，它立马就歇菜了，直接倒在地上挂掉还算是好的最怕就是它转一个 U 型弯回到你的箭上，可就惨了事实上除了一开头那只受惊的狗狗，还有另外一名摄影师也差一点就丢掉性命了。
即使后来他从2个轮子加成了3个轮子，也照样会乱拐弯啊，所以当然就放弃掉了。另外这个东西，这个实验它的存在本来就很丢人嘛，所以保密工作呢就做得很好，以至于后来根本就没什么人知道它的存在了。但是我又想起来一个特别搞笑的啊，这当初可是一个高度机密的实验啊，所以死亡之轮的建造呢是高度机密的，死亡之轮运往试验场地的过程也是在暗夜的掩护下进行的。但是到底是谁选择的试验场啊？第二天一早，火车到达目的地之后，所有人都傻眼了。这里还居然就是一个热门的海滨度假地，大量的群众已经一字排开躺在沙滩上，准备好见证奇迹了。哎呀，真的是个奇迹啊！应该说奇观。你看这架直升机的模型，大概率会以为它就是个儿童玩具吧？跟我的这2个玩具呢，应该没有什么区别啊。但是它其实是真的。休斯 XH-17 1952年9月16日首次飞行，前后测试了3年时间，总共起飞33次，留在空中长达10个小时，而且正是有了它，才会有后来大名鼎鼎的 AH-64阿帕奇。所以今天咱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啊。当你第一眼看到这架直升机，会留意到什么呢？首先就是那对比例显得极不协调的巨大旋翼了嘛。是的啊。直到现在，那对旋翼仍然保持着世界纪录啊，直径高达40米，这就意味着它其中的一片旋翼呢，长度差不多就有20米了，基本上是2辆55座大巴加起来的长度了。你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画面来脑补一下啊。总之是非常夸张的。另外一个明显的特征呢，就是那4条恨比天高的起落架了啊。他们将 XH-17的整个机身高高的托了起来，明显就是为了将悬空的部分给留出来，挪作他用嘛。是的，这就是设计建造 XH-17的全部目的了啊。它是一架所谓的空中起重机，为的呢就是将军事物资快速的进行转移。1946年1月美国陆军航空队发出了一份招标书，他们希望获得一架能够抬起4536公斤有效载荷，最快能够飞105公里每小时，可以悬停在915米的高空，可以覆盖160公里的半径，可以续航30分钟的重型直升机。并且这架直升机呢还必须要便于拆卸，以便能够装在标准拖车上面到处去运输嘛。好，所有人都仔细地思考了一下，认为这样的要求似乎只能够拿出激进冒险的方案才能够获胜了。比如说用巨无霸的旋翼，并且一改传统的从中间这根轴来驱动它的方案，而是用翼尖喷气来推动其旋转。跟我们昨天讲的英国的死亡之轮有异曲同工之妙嘛。所以你看这张照片啊，翼尖上那段锯齿状的造型呢，就是喷口的位置了。而在这张照片上，虽然是黑白，但是我们仍然是能够看到旋转起来的翼尖上那4个明显的亮点了，它们就是正在往外喷气的翼尖喷嘴了。一开始，这个合同交给了凯利特旋翼机公司，并且设计方案都已经基本完成了，中间还经历了几轮的调整。比方说，将原本只是往叶片中间吹进去，经过压缩后温度并不算高的空气的冷循环方案，改成了后来将涡轮机的热空气吹进去，再在翼尖喷射燃料，使其点燃后喷发的热循环方案，把动力翻了3倍还不止啊！但是等到要实际建造这架直升机的原型时呢，凯利特却没钱了。哎呀，这么好的东西，难道就要流产吗？空军也很着急嘛，于是就撮合当时完全没有直升机开发经验，但是有钱的休斯飞机公司和凯利特坐到了一起，说，要不你来当一下接盘侠吧。休斯呢，则是一点犹豫都没有，当场就答应了下来，并直接数了25万美元，把凯利特所有的设计和早期的模型装置呢，给全部接了过来。这个冤大头似乎当得很干脆啊。这哪是冤大头啊，这就是抄底啊。休斯本来就想要进军直升机领域了，但是却苦于没有经验。这下好了，25万就能拿到行业的入场券了，简直是不能再便宜了。所以很多的凯利特资深工程师呢，就极力反对这笔交易嘛。他们知道休斯的脑袋里面都在想些什么。当然拿到一开始叫做 XR-17，现在改名叫做 XH-17图纸的休斯呢，也的确是没有敷衍啊，而是认认真真的东拼西凑的将原型机给传了出来。双座驾驶舱来自韦科 CG-15军用滑翔机。
可以操纵的单轮前起落架呢，来自北美航空的 B-25米切尔轰炸机；后面的双轮主起落架则来自道格拉斯 C-54空中霸王。连可以装下2407升燃料的油箱也是借来的，甚至用途还给改掉了。它原本属于一架波音 B-29超级堡垒，是用来装炸弹的。好，动力则由2台通用电气改进之后的 J35涡轮喷气发动机来提供。来自中间压缩机级的压缩空气呢，被送入到螺旋桨的轮毂，然后再通过管道进入到每个叶片尖端的4个尖端燃烧器，在那儿添加燃料并燃烧。当旋翼以每分钟88转的正常速度转动时呢，这种双发配置将为 XH17提供相当于3480匹马力的功率，不仅可以将自己，也可以将额外最多4665公斤重的东西带上天空了。载重指标呢，已经是超过了军方一开始的要求的，还不赖哦。但是它的噪音巨大，很多受邀围观其首飞的记者都说，它听起来呢就像是在不停的开炮你哪怕远在10几公里以外，也是躲不开这样的噪音的。实际上，休斯实验场周围的居民一直就是在投诉它的。第二，它油耗极高，效率极低，最大航程只有可怜的64公里，仅仅是标书上的零头而已，严重的不合格第三，旋翼的寿命极短由于又是拉又是扯，又要空心又要喷火，就使得它呢很快便达到了疲劳的极限，属于一种易耗品，估计真的使用起来成本也是低不了的呀。于是，在断断续续的测试了几年，当旋翼第一次到达更换期限时，干脆就把整个项目给停了算了。军方呢可以把资金用在那些更小、更为便宜的直升机上面，而休斯呢，他也没吃什么亏他现在呢已经跻身直升机大厂的行列了，离他端出那架划时代的直升机 H-64阿帕奇也就只剩下20年不到的时间了。X-17的故事呢虽然结束了，但是大家都是结束的心满意足